僵尸100%停更3个月，终于迎来大结局。结果男主竟然变僵尸了。在上一集中，小辉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小辉的老家，村民们不仅自己过得自给自足，还顺便收留了几个从城里避难的人，却没有想到那群人中有几个是反社会人格。末日来临之后，他们只想干坏事，而现在的小辉他们还没察觉到那几个人的坏心思。小辉正在跟另外几个避难者妹子唠嗑，其中一个是脏辫爱好者，还给小辉也编了个脏辫。中间的 OL 大姐姐是东京某大学的老师，另一位漂亮姐姐则是电影化妆师。僵尸爆发的时候，她正在跟剧组拍摄一部僵尸电影，谁能想到会这么巧呢？因为发现的不及时，她成了剧组唯一的幸存者。好在最后来到了这个村子，还被亲切的居民们接纳，他们都希望今后能一直在这个村子生活。另一边，阿贤也在帮村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结果被一个色老头骚扰。不过这个色老头以前可是村里的第一烈士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村民大叔走了进来，他刚刚割草，把手给割到了，想问问有没有绳子。阿贤立刻告诉了他紧急处理伤口的方式，果然很快就止住了血。毕竟他小时候的梦想可是做一名医生。大妈一看阿贤这么能干，立刻把村里身上有毛病的老人都叫了过来。而谢阳此时居然在研究粪坑，乡下人都会把便便收集起来当做田地的肥料，而且还有一个传言说跌进粪坑就能出人头地。大爷还问县阳要不要试一下，县阳直接婉拒。注意到不远处一位正在跟小狗玩的小女孩，小女孩叫杏树，和狗狗也是从城里逃难来的，她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来到村里之后都没怎么笑过。县阳一听坐不住了，作为搞笑艺人，他要给所有人带去欢乐，说着就开始给杏树进行了尴尬的表演，却被人家误以为是萝莉控，一边抛球一边说着各种骚话，没想到还真把杏树给逗笑了。贝尔对日本文化最感兴趣，跑去看了村里的大水车。这个村里是用水力发电的，因为最近山里开始出现熊僵尸和山猪僵尸了，村里人就在周围强化了阻拦受害的电栅栏，电流不算太大，对人体基本造不成什么伤害。就算有人不小心触电，旁边就是漏电断路器，按一下按钮就能断电了。县养来田里接干农活的小辉，两人刚好看到了路过的日暮，被县养提醒过后，小辉才想起来这是他们的大学同学。但是日暮看到小辉就跑，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特别烦小辉那群人，每天活得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不过这样更好，刚好能把讨厌的人一网打尽。晚上小辉邀请老父亲小酌一杯，发现父亲都已经两鬓斑白，所以他想以后都留在村子里帮父亲分担农活，为老人尽孝。父亲却不想把小辉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村，毕竟谁小时候没有梦想？父亲的梦想就是做太空人，可惜因为学习太差，到现在都没能如愿。但是他希望儿子能够走出去，去当个更了不起的人。父子俩做好了彻夜长谈的准备，却不知道一场危机已经悄然来临。日暮的队友前去破坏了漏电断路器，最后几个坏蛋在涵洞前集合。现在里面的僵尸争先恐后的想要出来，却被一辆拖拉机挡着，而日暮他们要做的就是将拖拉机开走，把僵尸们放进来。四个人像是统领着这些僵尸一样，缓缓向村子进发。他们要让那些救了他们的村里人变成僵尸的粮食，顺便对现充复仇。随着僵尸们的接近，大家都逐渐听到了动静，立刻往屋外跑去，就看见成群的僵尸纷纷涌了过来。小辉的父亲当机立断，让他去和同伴会合，自己则去保护他的妈妈。阿贤也指挥老人们进屋躲避，没想到突然冲进来几只僵尸，好在几个老人及时挡在他身前，用猎枪为他撑起了一方屏障，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大家只能暂时撤退回屋里。日暮他们手里也有枪，将村子大肆破坏一通之后，美滋滋的在清单上划去了自己做过的事情。此时的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，这样下去会被毁掉的。阿贤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另一边谢阳和贝尔已经汇合，谢阳的怀里还抱着小信。最后四人都来到了电网旁边，当务之急是先带村民们撤退，如果能到吊桥那边就好了。结果因为断路器被日暮的人破坏，现在电网的电压足以将一个成年人电死，前面有僵尸，后面有电网，他们被困在了这里。就在这时，日暮一行人大摇大摆的过来了，非常自豪的承认全都是他们做的，反正早晚都要变成僵尸，既然这样，当然要在那之前把想做的事情全部做完。说着，日暮又划去了一条，接下来的一条是把讨厌的家伙变成僵尸。他看向了小辉，讨厌的家伙不就在他面前吗？小辉表示，虽然我也有清单，但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也在自己的清单上加上了第38条，
好家伙，居然是孝敬父母。不过僵尸们已经逐渐逼近了这里，阿贤建议还是先撤退，得赶紧带村子里的人去避难。贝尔跑去了水车那边，打算用水车关闭电网的电源。小辉也表示，那我就回去孝敬父母了。宪养和阿贤也分别去找了其他人，结果分配好工作，宪养一回头，小信不见了。小信是去追他的大白狗了，建阳也匆忙跟小辉打了声招呼，就追了上去。接下来就是团队的个人战了。这群人被村里的人所救，居然恩将仇报，把僵尸引进来毁了村子。好在小辉他们对抗僵尸已经很有经验了。小信追着大白狗来到了一间屋子，发现自家狗狗正在对一只公鸡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，赶紧抱着狗狗对它说话。殊不知一只僵尸正从外面经过，好在宪养及时赶来捂住了他的嘴。可是外面到处都是僵尸，进来容易出去难。宪养就带着小信和大白狗上了房顶，没想到日暮中的其中一个队友也追了上来。这个队友是个社畜 loser， 而另一边去找水车的贝尔也遇上了他的对手，而且这个大姐姐还是个剑道高手，虽然现在看上去更像电锯高手。阿贤为了保护屋子里的老人们，也主动发出动静，将周围的僵尸引走，没能注意到身后一个死肥宅正在用垂涎的目光盯着他。小辉则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到了父亲身边，一边打僵尸一边喊着，我还有很多想为父母做的事情啊。这些话打动了屋里的父亲，直接开门把儿子拽了进来。接下来的战斗该交给他了。日暮的队伍里都是 loser， 但即便是 loser 也分不同种类。社畜大叔在公司工作不顺心，在家里又跟妻子不和，因为妻子每天都要唠叨他谁谁谁的丈夫又升上了科长，只有他一把年纪了还一事无成，每天下班后都要去酒馆消磨时间，半夜才回家。一想到这个，大叔就恨得不行。跟踪阿贤的死肥宅的人生梦想就是疯狂强吻女孩子。阿贤听到这个，瞬间恶心的不行，这家伙简直比僵尸还要恐怖啊！被这种男人强吻，他宁愿被僵尸吃掉。死肥宅也是个干啥啥不行的，在僵尸爆发前他在后厨工作，但是因为游手好闲还不思进取，整天被经理批评，只能安排他做一些打扫卫生的简单活。他不仅打扫的不认真，还把没灭的烟扔进了桶里，最后引起了火灾。经理却只关心自己又要失去工作了，还抱怨老天爷为什么总是让他这么不走运。剑道高手则是因为控制欲太强，太过以自我为中心，被公司的其他人所讨厌，大家都觉得他只会高谈阔论，把无聊的正义感施加给别人。剑道高手就觉得都是他们太过娇生惯养，不正常的是他们才对。这些人都觉得自己才是这个畸形社会的受害者，他们现在的报复是理所应当的，简直跟小辉他们主角团的人生态度截然相反。所以宪养听完社畜大叔的抱怨之后，就对他进行了灵魂质问：你有把你的妻子当成世界第一的女人，好好关心她爱护她吗？对另一半不感兴趣，让另一半感到失望的人，明明就是你呀！别人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，我看你至死都是巨婴才对。说完后就拉着社畜大叔同归于尽，两人一起掉了下去。下面的僵尸迅速围了上来，而宪养想出的脱身之法竟然是剥光跳到粪池里。不过这一招的确有用，他一进去，僵尸们的目标就只剩下了社畜大叔。不等那人爬上粪池，就被僵尸们啃食殆尽了。宪养还兴冲冲地朝屋顶上的小信摆了个胜利的 pose。与此同时，色老头正在教育那群大叔们，人家阿贤替我们把僵尸引走，你们竟然还有脸在这里干等着。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，把这些老头老太太的热血全都调动了起来。这些事情阿贤当然都不知道，他正在对死肥宅进行一些嘴炮输出，但是说了一系列理论知识，对方压根就听不懂，直接举枪对准他的脑壳。没想到关键时刻瘦老头出手，一发子弹就将死肥宅的手枪射飞，不愧是村里的第一烈士。其他的老头老太太也为了保护他们唯一的医生，纷纷挺身而出，对着死肥宅拳打脚踢暴揍一顿。阿贤居高临下的告诉他，幸运女神是不会眷顾只会怨天尤人的人的。只有贝尔在和剑道高手的对战中占了下风，但是没关系，反正他也没打算打赢。他知道僵尸围了上来，立刻往后一跃，抓住了水车。等水车转到顶端后，赶紧站起来，踩着水车把那些僵尸全部转下去，压着僵尸的尸体就扬长而去。只剩下失魂落魄被僵尸围起来的剑道高手小辉就比较丢人了，居然眼睁睁看着老父亲在外面奋战杀僵尸。然而老父亲突然犯病，跪倒在地站不起来。
此时3只僵尸已经来到了他面前，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，竟然是日暮救了小辉的父亲。当然，他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善良，而是要完成自己的计划。他威胁屋里的小辉，如果不想让我把你老爸丢下去喂僵尸，那就把门打开，自己变成僵尸吧。僵尸100%的男主竟然变僵尸了，甚至还是被他的大学同学给害的。其实日暮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反社会的样子，他和普通人一样有朋友，放暑假还会跟朋友们一起去市民游泳池游泳。但是上了初中之后，内向的性格逐渐暴露出来，回过神来就已经被周围的同学给孤立了。高中3年几乎没跟别人说过话，到了大学下定决心想要改变自己的他，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和研习会。然而在别人眼中，他只是一个眼高手低的笨蛋。就是在人生跌落谷底的时候，他在路上偶遇了小辉和他的朋友们，明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，日暮还是无可避免的痛恨上了这群现充。凭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快乐，自己就要如此痛苦？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复仇了。小辉的父亲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变成僵尸，告诉小辉如果他出来，自己就和他断绝关系。妈妈也不想让小辉出去，还说反正他老爸的身体上长了坏东西，现在这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，他迟早会。父母2人的轮番劝说并没有让小辉醒悟，他还是开门放进去了几只僵尸。只听见里面传来几声惨叫，又过了片刻，变成了僵尸的小辉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，走到叉车跟前，疯狂地敲着车斗。日暮得意大笑，没想到小辉突然出手把他拽了下去，他身上的清单也摔飞出去。原来小辉根本就没有变成僵尸，刚刚那个房间里还有之前和小辉聊过天的几个大姐姐，其中一个是化妆师，轻而易举就给小辉画了个僵尸全妆。外面那几只僵尸进来之后，就立刻被3人打倒了。接下来他们再伪装出小辉被咬的声音，让外面的日暮相信小辉真的变成了僵尸，趁他不注意把他拽下来，顺便救下小辉的父亲。现在小辉一家人团聚，日暮却只能无力地跪倒在地。小辉问他真正想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，如果是这些的话，为什么他看起来还是不快乐呢？日暮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市民泳池的记忆，可回过神来，他的腿却被僵尸咬了一口，这意味着他那份未完成的清单再也完成不了了。临终之际，人没有必要再对自己撒谎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其实只不过是和朋友一起在市民游泳池玩而已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他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。在大学的时候，小辉就邀请过他和他们一起吃饭，然而当时的日暮毫不犹豫的就跑开了。明知道日暮正在逐渐变成僵尸，小辉还是毫不犹豫的抱住了他，和他约定等自己也变成僵尸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一起去游泳池玩了。日暮哭得泣不成声，用残存的理智将小辉推了出去，然后扭头就跑，将僵尸们也一并引走。最后来到了河边，纵身一跃，终于小辉他们和村民们也都聚齐了。最后是贝尔踩着水车将电网压垮，大家一起跑了出去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那座吊桥竟然没了。眼看僵尸们已经追了上来，在这关键时刻，熊野大叔竟然扔过来一座吊桥。原来大叔也听见了这边的动静，过来一看，发现吊桥早就断了，就紧急给他们做了一个新的桥。小辉和谢养用力固定住吊桥，让其他人赶紧过去。最后在僵尸们即将冲上来之际，双双抓着绳子荡到了对面。不知不觉天已黎明，两人一边唠嗑一边顺着吊桥往上爬。他们都为日暮那几人感到悲哀。虽然村子被日暮给毁了，但小辉确实无法狠下心来埋怨对方。而在太阳升起之时，小辉被父亲拉了上去。心愿清单第38条，孝敬父母完成。僵尸风波结束后，村民们又齐心协力把涵洞堵了上去。接下来就是重建房屋，有了熊野大叔的帮忙，这些根本不在话下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小新也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天哭丧着脸，并不能改变什么，不如笑对人生。而他也帮信仰完成了他成为搞笑艺人的心愿。唯一一个情况不太好的就是小辉的父亲。小辉想知道父亲身上究竟长了什么坏东西，本来以为是什么治不好的癌症，结果妈妈告诉他只是痔疮而已哦。现在这么痛苦的呻吟也是因为屁股痛。知道父亲没什么大事，小辉就放心了。想到那天晚上父亲说的话，男人要是没有梦想，可是会变成水母的。
所以他还是决定离开村子。如果像阿贤说的那样，导致僵尸出现的原因是病毒的话，那他就在日本旅行寻找解决方法，然后给老父亲做痔疮手术。小辉的父亲当然支持儿子这个拯救世界的伟大梦想，于是小辉又在清单上补充了2条。第一条是透过交友 app 约小姐姐见面，第2条则是帮父亲做痔疮手术。其他人竟然也有要写的梦想。宪阳想给像小信一样在哭泣的人带去快乐，阿贤想实现小时候治病救人的梦想，贝尔想恢复美丽的日本风景。不知不觉大家都被小辉的乐天所感染，又开始想一些不着边际的梦想。第2天一大早，他们就准备踏上新旅途了，告别村子，拯救世界。